丧尸爆发前1个月，我正在为一位身价1000亿的当地首富运送最后一批物资。近期流感病例持续增加，专家呼吁市民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最后一车了，张总到底在为什么做准备？需要这么多物资？停车，检查通行码和货物清单，打开车厢抽检第3排。车厢里堆放着足够一个加强连消耗3个月的军用罐头，以及能塞满一整个野战医院的进口药品。他们不可置信地对着货物和清单反复检查。没问题，放行。我叫李晨光，是个开了10年重卡的退伍军人，跑遍了大江南北，什么样的东西没有拉过？可今天这趟活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邪门。目的地是市郊的隐士山庄，那儿是顶级富豪扎堆的地方，私家公路修得比高速还平整，两边3米高的电网一直延伸到林子深处，连门口保安腰里都别着真家伙。我的老伙计，这辆亲手改装过的斯泰尔重卡，此刻正平稳地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客户姓张，是个搞生物科技的新贵，听说身家早过了1000亿。他要的东西实在离谱，各式各样的军用口粮，够一个连的兵吃上3个月；几台瑞士进口的顶级净水器，据说脏水进去直接就能喝；还有2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配上10几桶油。最让我心里发毛的是那几个大箱子，里面全是各种抗生素、手术缝合包、止血绷带，数量多的能撑起一个战地医院。这哪里是囤货，这分明是在准备第3次世界大战。张总亲自出来接货，他比报纸上看起来年轻，戴着金丝眼镜，可此时脸上没有一点从容，他脸色惨白，在别墅门口来回踱步，一部黑色卫星电话紧紧贴在耳边。我正指挥工人卸货，他压抑又急促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失控了，扩散速度比预测快了3倍，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这是最后的机会。那声音里的焦躁和恐惧笼罩着整个山庄。他挂掉电话，目光扫到我，眼神瞬间变得冰冷锐利，带着明确的警告。我立刻低下头，假装忙着清点货物，可心里早已翻江倒海。全球扩散、基因失控、净化协议，这几个词猛然让我想起半个月前在一些小论坛上一个奇怪的帖子，说有些地方出了怪病，患者会咬人，但帖子很快就被删得干干净净。当时只当是谣言，可现在联系眼前这批诡异的物资和这位大人物失态的低吼，一个恐怖的念头在我脑中疯狂成型：世界要出大事了！跑了10年长途，我什么场面没见过，但这场面我是真没见过。我的警惕心是在一次又一次险境里用命换来的。货刚卸完，张总的助理就递过来一个厚厚的信封，是剩下的运费。我没接，张总，这趟的钱我不要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能不能从您的物资里分我一点？他沉默了几秒，点了点头。工人们二话不说，将刚卸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又装回了我的车上。我没有丝毫犹豫，转身跳上驾驶室，发动了老伙计，咆哮着冲上了公路。我没回货运公司，甚至没回我那个城中村的小窝，而是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点击，这些年来的全部存款60万元全部转出来，股票、基金不管涨跌通通清仓，所有能借到钱的网贷平台额度全部借满。很快一笔笔钱汇进账户，数字飞快跳动，最终停在了350万。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也是我押上性命的赌注。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的目标无比清晰，老家红岩水库，那是一座70年代修建早就废弃的深山水库，四面环山，水源充足，最关键的是那道横在山谷间的混凝土大坝，厚实得让人安心。我一打方向盘，斯泰尔重卡发出沉闷的低吼，掉头冲向了城市另一头。后视镜里的光影越来越模糊，仿佛那个世界正在沉入黑暗。凌晨4点的南环批发市场正是最热闹的时候，我把庞大的重卡直接开到了最大的一家粮油批发商金满仓的仓库门口，堵住了正要出门的老板。他挺着啤酒肚，叼着烟，他喵的你要撞死我啊！要货自己看去，天亮前装完，别耽误我做生意。我转身进了仓库，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2捆现金，啪的一声拍在他面前的桌子上。20万定金，真空包装的大米、面粉各要20吨，最好的食用油，你有多少我要多少。老板眼睛一下子直了，不是哥们，你开玩笑吧？我哪来那么多现货？我没说话，又从包里拿出3捆钱，摞在之前那2捆上面。这个加这个，能不能办？能办，必须能办。按市价加2成，现在立刻马上装车，你仓库不够就去调别人家的货，中间的差价我补给你。他看着那半尺高的钞票，呼吸都变重了，半晌才骂了一句疯子，随即扭头朝仓库里炸雷般的吼道：都他妈给老子起来，来大活了，把库底都给我搬空。钱的威力果然比什么话都管用。不到2个小时，我车厢的一半就被沉甸甸的粮袋和油桶填满了。结清尾款，我1分钟也没耽搁，我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在市场庞大的区域里精准穿梭。罐头区，不管什么肉、什么鱼、什么水果，只要是罐头，整箱搬走。干货区，脱水蔬菜、紫菜、海带、香菇、木耳，这些能长期保存的维生素来源，成袋成箱的装车。调料区，我直接搬走了半吨盐和上百斤白糖，这2样在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还有成箱的巧克力、压缩饼干和能量棒，关键时刻能顶大用。但这只是开始，接着是5金劳保区，凭着和卡车打了10年交道的经验，
我直奔主题，老板，最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2台，电焊机、切割机，配套工具来一套，10吨柴油，马上送到南环市场。我的车那边各种型号的钢板、角铁、螺丝，有多少算多少，铁丝网越多越好。我又冲进一家户外用品店，店里所有大功率的太阳能充电板和蓄电池我全包了。美军同款的对讲机给我来10套，高倍望远镜要带夜视功能的，还有这种打火石给我来100个。老板，你是认真的吗？店主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最后一站是药店，我编了个理由。说自己是给青藏高原的施工队采购常备药品。老板，所有的抗生素、消炎药、感冒药、肠胃药、止痛药，还有纱布、绷带、碘伏酒精，只要是你们药房里常备的，库存我全部要了。药店老板将信将疑。你们有批文或者采购证明吗？采购证明还没来得及办理，但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直接把1沓现金拍在玻璃柜台上，他所有的疑问瞬间消失了。手机银行里的数字飞快的缩水，在余额彻底见底之前，我拐进了最后一家店——体育用品店。我买走了店里所有磅数最高的复合弩和上百支碳纤维剑。临走时，我的目光落在了旁边五金店老板极力推荐的一件家伙上，一把工业用的射钉枪，依靠小型燃气瓶驱动，据说能把10公分长的钢钉打进混凝土里。老板吹嘘说，这玩意近距离的威力不比手枪差，在这个普通人根本摸不到真枪的地方。它就是我最后的一张。我把它和几大盒钢钉一起扔进了驾驶室。我的斯泰尔重卡底盘被压得极低，引擎发出沉重的喘息，四周的商贩和搬运工都停下动作，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望着我和我的斯泰尔重卡。就在此时，车载收音机里，女主播放送完一首轻音乐后，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本市多处发生不明原因的骚乱事件，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保持冷静，尽量避免外出。我的心脏猛地一缩，开始了。我一脚油门，重卡咆哮着冲出了批发市场。就在我要拐上通往高速公路的引桥时，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条官方的紧急通知弹了出来。为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本市所有主要出入口及高速公路将于1小时后实施全面交通管制。我死死盯着导航地图上那条通往老家的已经被标成红色的路线，又看了一眼时间，狠狠骂了一句：喵的，必须赶在封锁行程前冲出去。我猛地向左打死方向盘，22轮的重卡轮胎在柏油路上发出尖锐的摩擦声。导航仪里的电子女声还在不厌其烦地提醒：您已偏离路线，正在为您重新规划。我一把按掉电源，去他喵的规划！我心里清楚，现在走高速等于自投罗网。好在我跑了10年运输，这座城市哪里有小路，哪条旧道能绕过检查站，我比那些坐办公室画地图的人清楚得多。我驾驶着这辆满载的移动堡垒，一头扎进了一条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注的城乡结合部的老旧小路。道路狭窄，重卡庞大的车身几乎是擦着路旁民房的墙壁挤过去的。前方不远处，几个穿着反光背心的人正在手忙脚乱地设置路障，拉起了红白相间的警戒带。他们看到我这辆巨兽般冲来的卡车，明显愣住了。我没有丝毫减速，拇指重重按在气喇叭按钮上。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撕破了凌晨的寂静，那几个设卡的人吓得慌忙向后跳开。就在警戒带即将合拢的最后一刹那，我的斯泰尔怒吼着，像一头发狂的公牛，硬生生冲了过去。后视镜里，他们惊愕的身影和远处城市朦胧的轮廓迅速变小变淡，最终被扬起的尘土彻底吞没。我成功驶上了高速公路，这条通往我老家的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开，可今天却安静的可怕。宽阔的路面上，车辆稀少的反常，偶尔能看到几辆撞在一起的私家车歪斜在路边，车门打开，里面空空如也，只有车身上那一道道深深的，仿佛被野兽利爪刮过的痕迹，触目惊心。没有血迹，没有伤者，也没有任何救援的迹象，一切都透着一种诡异的被匆忙抛弃的冰冷感。一股寒气顺着我的脊椎慢慢爬上来。我在一个服务区停了下来，不是要休息，而是必须给车加油。那10几桶备用的柴油是我的战略储备，轻易不能动用。服务区里寂静无声，仿佛所有人都消失了。我紧握着放在手边的撬棍，警惕地环顾四周，然后才跳下车。自助加油机还亮着灯，我拿起油枪，刚要对准油箱，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便利店门口的景象。一个穿着服务区工作制服的男人背对着我趴在地上，身体正在有规律的剧烈的耸动着，他身下似乎还压着另一个人。喂，哥们儿，需要帮忙吗？我提高声音喊了一句，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那个趴着的男人动作突然停住了，然后他的脖子以一种非常缓慢，甚至有些僵硬的姿态，一点一点地扭了过来。那绝对不是一张活人的脸，他的眼睛像蒙了一层灰白的保膜，浑浊无神，完全没有焦点，嘴角一直撕裂到耳根附近，暗红色和黑色的粘稠液体混合着，正滴滴答答往下淌，而他的嘴里竟然还叼着一块血淋淋的看不清是什么的肉块。被他压在身下的人穿着一件货运司机的反光马甲，脖子已经被咬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身体偶尔还在无意识的抽搐。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极致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但10年跑车练出的本能反应更快，
我扔掉油枪，以这辈子最快的速度窜回驾驶室，重重关上车门，一脚将油门踩到了底。轰！斯泰尔重卡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轮胎疯狂空转了几下，卷起漫天尘土，然后像离弦之箭一样猛冲出去，将那可怕的服务区远远甩在身后。车载收音机里，之前那个甜美的女声早已消失，只剩下呲啦呲啦的电流杂音，偶尔能听到几个破碎的词。攻击，不要，远离。很快，连杂音也彻底消失了。我看向手机，信号格那里只剩下一个鲜红刺眼的叉。世界在这一刻仿佛对我关上了大门。前方的路况越来越糟，被遗弃的车辆横七竖八，几乎将多车道的高速公路彻底堵死。我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猛打方向盘。沉重的卡车碾过脆弱的路边护栏，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冲下了路基。车身在坑坑洼洼的野地里剧烈颠簸，仿佛随时会散架。幸亏我这老伙计底盘够高，改装的也扎实，换成普通轿车早就趴窝了。颠簸中，我看到路边有一家三口，男人跑在前面，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后面哭喊追赶，他们脸上写满了极致的惊恐和哀求，拼命朝我挥手。而在他们身后几十米外，几个姿势怪异、步履蹒跚的黑影正不紧不慢地追着。女人的哭喊声隐约传来：救命！救救我们！我看到了孩子那双充满泪水的眼睛，我的脚下意识地微微抬起了，悬在了刹车踏板之上，但我终究没有踩下去。这辆车上装着的是我用全部身家换来的物资，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我未来堡垒的基石。我不是超级英雄，我只是一个在末日边缘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停下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全都走不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沙哑的低语，眼神重新变得冰冷而坚定。我握紧方向盘，右脚将油门踩得更深，重卡轰鸣着从那绝望的一家三口身边疾驰而过。女人拍打车门的声音和凄厉的哭喊瞬间被狂暴的发动机吞没，消失在后视镜扬起的尘土里。就在我以为暂时摆脱了危机，能稍微喘口气的时候，砰咔啦一声，车身猛地向右侧一沉，同时右后方传来一声漏气般的闷响，紧接着是金属碾压碎石的不响声音。仪表盘上右后轮的胎压警报灯瞬间亮起刺目的红光。喵的，我忍不住骂出声。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右后侧那个巨大的双轮胎中有一个已经瘪了下去，轮毂边缘似乎卡着一节扭曲变形的金属，很可能是刚才冲下路基时扎破了废弃车辆的残骸。车速明显慢了下来，引擎的吼声也变得更加吃力。更糟的是，不远处一个村庄的轮廓在黄昏的天光下显现，几声非人的充满饥渴的嘶吼顺着风清晰地传了过来。几个黑影正从村口的方向摇摇晃晃的，但目标明确地朝着我这边移动过来，速度似乎比刚才服务区那个更快。必须在他们围上来之前换好备胎。我一把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冰冷的空气混合着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我冲到车尾，撬开工具箱，拖出那个死沉的千斤顶和大型扳手。远处的黑影越来越近，嘶吼声也越来越清晰。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的狂跳，能听到扳手与锈死的螺丝较劲时发出的令人焦躁的咯咯声。冷汗瞬间就湿透了我贴身的衣服。快点，再快点！当最后一颗螺帽被我用尽全身力气拧紧的瞬间，离我最近的那个黑影已经突进到不足5米的范围。他脸上溃烂的皮肉，翻白的眼球，在昏暗光线下清晰的令人作呕。我来不及多看，把扳手和千斤顶胡乱的甩进车厢，连滚带爬的扑回驾驶座。车门关上的同一秒，发动机发出怒吼般的咆哮。重卡像一头被激怒的钢铁巨兽，带着满身的泥泞与刮痕，疯狂地碾过碎石野地，将那些嘶吼远远抛在了尘土之后。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我终于看到了它。红岩水库那道巨大的灰色混凝土坝体，如同远古巨人的脊梁，沉默地横跨在两山之间。这里比我记忆中的更加荒僻，目光所及只有连绵的群山和寂静的库水，方圆几十里不见一丝炊烟，完美。伙计，我们到家了。我拍了拍布满灰尘的方向盘，长长的彻底地吐出了一口憋了一路的浊气。我没有时间庆祝或休息，战斗从抵达的这一刻才刚刚开始。第一步，封死入口。我将庞大的斯泰尔重卡横过来，车头抵住一侧山岩，车尾死死卡住另一侧，粗暴地堵死了坝上这条唯一通向外界的窄路。接着，电焊机的火花在黎明中刺眼地亮起。我用市场上拉来的钢板和角铁，沿着卡车的轮廓，硬生生焊出了一道超过2米高的钢铁围墙，将卡车与山体彻底熔铸成一个整体。我只留了一扇仅容一人通过的狭小铁门，门上装了足足3道厚重的插销。从今往后，没有我的同意，谁也别想进来。我的王座
选在了大坝顶部的泄洪控制室。这个30多平方的混凝土房间，墙壁厚实得夸张，窗户也只是几个狭小的观察孔，天生就是一座碉堡。我将最重要的物资、食物、药品、武器，还有那台宝贵的柴油发电机，一箱箱艰难地搬了进去。当短波收音机被接通电源，一阵嘈杂的电流噪音后，断断续续的全球紧急广播冰冷地证实了一切。一种未知病毒，一场席卷世界的灾难，文明社会的秩序崩塌了。我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听着广播里传来的绝望呼喊和持续警报，内心却意外地平静下来。完了就完了吧，至少我给自己抢到了一张诺亚方舟的船票。末日的第一个夜晚，山谷外随风飘来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吼。我没敢开灯，手里紧握着那把最重的复合弩，在狭小的观察窗前守了整整一夜。恐惧被一种极度的亢奋所取代，这里现在就是只属于我的王国。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蚁，疯狂加固我的巢穴。我在大坝外围的通道上铺设了3层交错扭曲的铁丝网，在铁丝网后的草丛里挖掘了数个底部插满削尖钢筋的陷坑。我把从卡车上拆下的铃铛和一堆空易拉罐串在一起，挂在所有关键位置，做成了一套简陋但有效的警报系统。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光明，我成功在控制室屋顶架设好了太阳能板，接上了蓄电池。当室内的 LED 灯管滋啦一声亮起柔和的白光时，我激动的几乎要吼出来。光明驱散的不仅是黑暗，更是心底最后那一丝彷徨。我甚至能给旧手机充上电了。看着屏幕上父母早已定格的合影，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会活下去。无论如何，我站在控制室门口，俯瞰着眼前这片浩瀚的水库。湖水在阳光下平静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倒映着群山。这广阔的水域是我天然的护城河，也是我取之不尽的活命之源。有了水，有了电，有了堆积如山的食物，我甚至开始盘算，有没有可能修复大坝自带的那个废弃小水电机组。这天黄昏，干完一天的活，我累得几乎散架。我从张总那里得来的物资中，奢侈地翻出一罐冰镇啤酒，坐在控制室门口的台阶上，冰凉的酒液划过喉咙。我欣赏着自己一手打造的堡垒，望着这片独属于我的湖泊，一种近乎荒谬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感觉比中彩票还要爽。我甚至恍惚觉得，如果世界就这样了，也许这样过下去也不错。突然哐当一声，我手中的啤酒罐脱手掉落，金黄的酒液洒了一地。我浑然不觉，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眼睛死死盯住水库中心，那里毫无征兆地冒起了一串串巨大的气泡，咕嘟咕嘟，如同水库底下有一口烧开的大锅。紧接着1个、10个、上百个，一个个躯体肿胀苍白，头发如水草般散开的人形生物，从幽暗的湖底缓缓站了起来。它们密密麻麻占据了水库中央的大片水域，在逐渐暗淡的天光下，它们空洞的眼眶里齐刷刷地亮起了忧虑诡异的微光。它们的四肢关节扭曲，但在水中的移动却显得异常流畅、迅捷，甚至带着一种诡异的韵律。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一个比湖水更冰凉的念头疯狂涌上。它们不是掉进去的，它们本来就住在水里。我视为生命之源和最大屏障的水库，根本不是什么护城河，它是一个我完全未知的、更加恐怖的丧尸巢穴。我这座钢铁堡垒在一瞬间变成了被无数水鬼围困的死亡孤岛。我最大的依仗成了脚下最致命的深渊。哗啦一声，清晰的水响打破了死寂的对峙。离大坝最近的几个水鬼动了，他们像巨大的壁虎，四肢带着吸盘般的附着能力，紧紧贴在湿滑垂直的混凝土坝体上，以反关节的令人极度不适的姿态飞快地向上攀爬。恐惧和求生的本能在我体内爆炸，我连滚爬回控制室，砰地反锁铁门，一把抄起靠在墙角的工业射钉枪。我扑到最小的那个观察孔前，一张腐烂的、嘴角撕裂到耳根的脸已经爬到了与我视线平行的位置。他没有嘴唇的黑色口枪正对着我。去你喵的！我嘶吼着，将射钉枪的枪口死死顶在加厚的玻璃上，扣动了扳机。砰！一声巨响在狭小空间内震耳欲聋，钢钉瞬间穿透玻璃，狠狠凿进了那水鬼的眼窝。幽绿的光熄灭了，他的脑袋像被砸碎的西瓜般爆开一团黑水，躯体直直坠落下去。有效！我精神一振，对着第2个、第3个爬上来的黑影疯狂射击。砰砰砰的枪声在控制室里回荡，一个个水鬼被我从坝体上打落，但他们太多了，我打落一个，水里就有更多开始攀爬。压缩燃气瓶很快见了底，射钉枪哑火了，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鬼影在坝墙上越爬越高，幽绿的光点在窗外闪烁。万幸，他们似乎无法在完全干燥的混凝土表面停留，爬到大坝顶部接近控制室的干燥区域后，便纷纷滑落下去，暂时安全了。我瘫坐在地，浑身被冷汗浸透，大口喘着粗气。然而，一个更让我毛骨悚然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脑子。
水，我的取水泵就沉在水库20多米深的地方。我这几天喝的水，煮饭用的水，全都是从这个鬼窝里直接抽上来的。我猛地弹起来，冲到角落的净水设备前，颤抖着拆下过滤芯。滤芯上沾满了灰黑色的絮状的不明杂质，一阵剧烈的恶心翻涌而上。我扑到垃圾桶边，把晚上吃的罐头和啤酒吐得一干二净。我他喵这几天一直在喝泡着几百个丧尸的尸水。我发疯似的在物资堆里翻找，还好当初从张总那里搬来的物资中有10几箱未开封的瓶装矿泉水，这是我最后干净的命脉。我看着那堆数量有限的瓶子，心凉了半截。坐吃山空，我必须找到新的安全的水源，否则不等水鬼爬上来，我就得先渴死。夜幕彻底笼罩山谷，我不敢开灯，怕成为靶子。我拿出高倍夜视望远镜，强迫自己冷静，开始观察。我发现他们似乎畏惧强光。我冒险打开了斯泰尔重卡的所有车头大灯，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射向水面。被照到的区域，水鬼们明显焦躁起来，纷纷下潜躲入更深更暗处。而到了白天，阳光强烈时，整个水库会恢复死寂，他们仿佛消失了一般。黄昏和夜晚是他们最活跃的时段。这个发现是唯一的慰藉，但解决不了水源危机。我摊开一张破旧的老家地图，手指在上面仔细摸索，依稀有记忆。水库后山的深处有一处常年不断的山泉，但要去那里必须穿越一片完全未知的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在动身之前，我必须把老巢打造成绝对坚固的棺材。柴油发电机再次轰鸣，电焊的火花彻夜闪烁。我将所有朝向水库一侧的窗户和孔洞从里到外用双层钢板彻底焊死。泄洪控制室从此成了一个只留一扇小铁门朝向陆地的密不透风的钢铁盒子。这里压抑得令人窒息，但也让心底多了一丝安全感。夜晚，我躺在行军床上，门外是永不停息的指甲刮擦混凝土的沙沙声和水下传来的沉闷的咕噜声。精神被逼到了极限，我甚至开始怀念在高速上堵车啃冷馒头的那段平凡日子。至少那时脚下是坚实的没有鬼怪的土地。1个星期后，最后一箱瓶装水被拆开，只剩下孤零零的12瓶。不能再等了，我清点装备：复合弩、50支碳纤维剑、一把锋利的砍刀、工兵铲、3天份的压缩食物，以及所有能找到的空水桶。我没有选择斯泰尔，那动静无异于自杀。我推出了那辆当初顺手买来的2手越野摩托车，它轻便声音小，更适合山林。第2天黎明，天色微亮，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钢铁屏障上的小门，骑着摩托车一头扎进了水库后方那片幽深未知的密林。一进入森林，光线骤然暗淡，参天古木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腐叶和湿土的气味。这里死寂的可怕，没有鸟鸣，没有虫叫，只有摩托车引擎单调的嗡嗡声和车轮碾压落叶的沙沙响。行驶了约莫20分钟，前方林间空地上出现了几个踉跄的身影，是陆地丧尸。他们穿着附近村民的衣服，行动迟缓，听到动静便呵呵叫着围拢过来。我没纠缠，一拧油门，摩托车灵活地从他们之间的缝隙穿了过去。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我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穿行。终于，一阵细微的哗哗水声穿透了森林的死寂，我心中一震，加速驶去。在一处被巨大岩石环抱的洼地，我找到了它。一股清泉正从石缝中汩汩涌出，汇聚成一潭清澈见底的活水。我丢下摩托车，几乎是扑到潭边，用手捧起水猛喝了几口，甘甜冰凉，是生命最纯粹的味道。我激动的鼻子发酸。然而就在我拧开水桶准备灌装时，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潭边的异样。一个篝火余烬尚带余温，几个专业的能量棒包装袋被随意丢弃，一个废弃的小型氧气瓶，还有一节被利器割断的登山绳。在我之前有人来过这里，而且看装备是专业的户外人士。他们人去哪了？是离开了，还是……呜一声压抑的痛苦的呜咽突然从密林深处传来，紧接着是枝叶被剧烈摩擦和拖拽的声响。我瞬间汗毛倒竖，抓起复合弩，闪电般躲到一块巨石后面。透过枝叶缝隙，我看到3个衣衫破烂、满身泥污的人正被2只动作异常迅捷的丧尸追赶，其中一人腿部受伤，几乎无法奔跑，正是潭边痕迹的主人。这边，我压低声音喝道，同时端起弩，屏息瞄准。嗖，碳纤维剑离弦，精准地灌入最前面那只丧尸的眼窝。那3人如同抓到救命稻草，拼命朝我这边冲来。我迅速搭上第2支箭，射倒了另一只迫近的丧尸。但远处林中已经传来更多纷乱的嘶吼和脚步声，刚才的动静引来了更多鬼东西。快帮忙装水！我朝他们低吼。3人如梦初醒，手忙脚乱地帮我将10几个空水桶全部灌满。跟我走，我有个据点。我来不及多说，扛起2桶水，示意他们跟上。我们背着沉重的水桶，沿着来路拼命回撤。身后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当我们终于狼狈不堪地冲回大坝，钻进那道钢铁小门，
并合力将3道门栓全部插死时，门外立刻传来了咚咚咚的猛烈撞击声。我们4人背靠着冰冷的铁门，瘫坐在地上，只剩下剧烈喘息的声音。我看着眼前几大桶救命的清水，又看了看这3个突然闯入我世界的惊魂未定的幸存者。水库深处那密密麻麻的幽绿目光，仿佛再次在我眼前浮现。我突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在这末日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孤岛。我的堡垒或许不再只属于我一个人，而危险，无论是来自水中还是林中，才刚刚开始。之后我发现山泉源头可搭建封闭取水点，彻底解决了水源危机。我们分工协作，加固堡垒，扩充陷阱，将太阳能板延伸至坝体向阳面，还修复了小水电机组。水鬼仍在夜间出没，但我们用强光阵列和改良射钉枪构筑起防线，数次击退围攻。我渐渐明白，末日从不是孤军奋战的游戏。半年后，我们通过短波收音机联系上另一处幸存者营地，交换物资与信息。站在大坝上，望着平静的水库与身边并肩的伙伴，我不再恐惧深渊。虽然危机仍在，但只要守住团结与希望，这座曾被围困的孤岛终会成为重建文明的起点。世界或许破碎，但活下去的勇气永远不会熄灭。